谁不想拥有一只上好的蛐蛐呢？但是要想得到一只好蛐蛐，光靠努力是不够的，你得有亡灵的护佑。道理很简单，天下所有的蛐蛐都是死人变的。人活在世上的时候，不是你革我的命，就是我偷你的老婆，但我们还能微笑、握手、干杯。人一死，所有的怨毒就顺着灵魂飘出来了。这时候人就变成了蛐蛐，谁都不能见谁，一见面就咬，要么留下翅膀，要么留下大腿。蛐蛐就是人们的来世，在牙齿与牙齿之间，一个都不宽恕。活着的人显然看到了这一点，他们提着灯笼，在坟墓与坟墓之间捕捉亡灵，再把它们放到一只小盆子里去。这样一来，前世的恩怨就成了现世的娱乐活动。人们看见了亡灵的撕咬，人们彻底看清了人死之后又干了些什么。所以你要想得到一只好蛐蛐，光提着灯笼是不够的，光在坟墓与坟墓之间转悠是不够的，它取决于你与亡灵的关系。你的耳朵必须听到亡灵的吟唱。基于此，城里人玩蛐蛐是玩不出什么头绪来的。他们把蛐蛐当成了一副麻将，拿蛐蛐赌输赢，拿蛐蛐来决定金钱、汽车、楼房的归属。他们听不出蛐蛐的吟唱意味着什么。城里人玩蛐蛐，充其量也就是自摸或杠后开花。乡下就不大一样了。在炎热的夏夜，你到乡村的墓地看一看吧。黑的夜空下面，一团一团的灵光在乱葬岗间闪闪烁烁，它们被微风吹起来，像节日的气球那样左右摇晃，只有光，只有飘荡，没有热，没有重量。而每一团灵光都有每一团灵光的蛐蛐声。盛夏过后，秋天就来临了。这时候，村子里的人们就会提着灯笼来到乱葬岗。他们找到金杯蛇或蟾蜍的洞穴，匍匐在地上，倾听蛐蛐的嘹亮歌唱。他们从蛐蛐的叫声里头立即就能断定谁是死去的屠夫阿三，谁是赤脚医生花狗，谁是村支书迫击炮，谁是大队会计无声手枪。至于其他人，他们永远是小蛐蛐，他们的生前与死后永远不会有什么两样。说起蛐蛐，就不能不提起二呆。二呆没有爹，没有娘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姐妹。村子里的人说，二呆的脑袋里头不是猪大肠就是猪大粪，提起来是一根，倒出来是一堆。如果说猪是大呆，那么他就只能是二呆。一句话，他比猪还说不出来路，比猪还不如。但是二呆在蛐蛐面前有惊人的智慧。每年秋天，二呆的蛐蛐来之能战，战无不胜。二呆是村子里人见人欺的货，然而只要二呆和蛐蛐在一起，蛐蛐是体面的，而二呆就更体面了。一个人的体面如果带上了季节性，那么毫无疑问，他就必然只为那个季节而活着。一到秋季，二呆就神气了。其实二呆并不呆，甚至还有些聪明，就是一根筋，就是脏、懒、嘎、愣。蹲在墙角底下，比破损的砖头还要死皮赖脸。他在开春之后像一只狗，整天用鼻尖找吃的。
夏季来临的日子，它又成了一条蛇，懒懒地卧在螃蟹的洞穴里头，只在黄昏时分出来走走，伸头伸脑的，歪歪扭扭的，走也没有走向。一旦碰上青蛙，这条蛇的上半身就会连同嘴巴一同冲出去，然后闭着眼睛慢慢地咽。可是秋风一过，二呆说变就变。秋季来临之后，二呆再也不是一只狗或一条蛇，变得人模人样的。这时的二呆就会提着他的灯笼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出现在坟墓与坟墓之间。乱葬岗里有数不清的亡魂，有多少亡魂就有多少蛐蛐儿。二呆总能找到最杰出的蛐蛐儿，那些亡灵中的枭雄。二呆把他们捕捉回来，让那些枭雄上演他们活着时的故事。曾经有人这样问二呆：“你怎么总能逮到最凶的蛐蛐呢？”二呆回答说：“盯着每一个活着的人。”